在 San Diego 租房子太不划算了，而且它是每一年会给你涨哦。3个车库，对，好大的一个游泳池。皇宫的卫浴吗？就是大概你是夫妻2个人，是税后你要有大概差不多，然后你头期款的话，你至少要放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又要带大家来看房子啦。过去呢，我们有带大家看过凤凰城或者是在 Irvine 的房子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 San Diego， 就是我们所住的地方。那这支影片和过去的影片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，因为会是以我们个人需求的角度来出发。那我现在来访问一下行远，对于在加州买房子的看法是什么？贵死了！我觉得在肯塔基买的一间房比在加州买的大很多，又漂亮。好啊，那你搬回去肯塔基吧。虽然贵死，值得。好啊，其实我们今天也只是稍微观望一下，还没有要买，但是就是先了解一下，看个1年2年，说不定心里就会有答案。跟我说今天要来带我们看一些年轻人比较买得起的房子，可是我刚才到这个社区，我怎么觉得有钱的家庭的，我们还是先回家好了。今天呢，我们邀请到我的好朋友 Tina 还有 Kendra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 San Diego 的房市大小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Tina， 我来自北京，然后在 San Diego 住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，但是我在南加州美国生活了差不多快18年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Kendra， 我从台湾来的，我来圣地亚哥已经超过7年了，在美国是还没有遇到比我来美国更久的人。真的吗？你来多久了？会不小心泄了？有30年吗？我觉得超过了耶。哇，那好资深哦。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来 San Diego？ 当初是因为那个小孩子的关系，因为 San Diego 是小孩的天堂。住在 San Diego 以前你住哪里？我以前住在 LA。我是因为我老公公司开在这里，孩子很喜欢，因为 San Diego 有 Sea World、San Diego Zoo、Safari Park， 所以我孩子们来过这边之后就不太想离开，然后很多好朋友在这里。因为我以前是住在 Irvine 的，那边的话就没有小朋友可以去的各种游乐园呀，或者是那些 parks 之类的。Kendra 今天会带我们看哪一套房子呢？这栋房子在 Camille Valley 呢，它的坪数算是比较高一点点。这栋房子是3300尺，在 Camille Valley 通常大部分的房子大概都是介于2400到2700尺。那这栋房子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就是说地很大。那我们就直接进去来看一下 ，Let's go。这栋房子的格局算是蛮传统的那个 Camille Valley 大房子的格局。哦，会有一个大厅。然后再进来的话呢，这边的话就是会讲说为什么它这个灯这么低，就是它是这边可以摆一个正式的餐桌。这边的下面的话呢，有半个浴室，然后里面还有洗衣房，就是那个洗衣房。这一栋房子还有个特色，就是它是有3个车库的。3个车库，可以停3台车，对，是可以停3台车。太大了吧？因为你刚才在跟我讲这个房子有多大，我还感觉不出来。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跟台湾的那个换算的不一样。在美国啊，如果说我讲说这个房子是3370尺，它是不包括车库的哦。哦，我知道。那3车位在这边是常见的吗？比较少见。然后再下来的话，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厨房，超级大。对，然后这个台面也好大。真的，我之前去 Phoenix， 然后还有去 LA 拍影片，然后这是我看过最大的厨房。这个厨房是连接的，我们叫做起居间。那
我想问一下 Kendra， 就是说我知道 Carmel Valley 这一区就是很贵，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？为什么大家都想要在这里买房子？对，我们如果看地图，我们就会看得到说，它在东边是15号高速公路，然后西边是805高速公路，然后它的南边呢又是56号，我们叫做 Highway。Carmel Valley 会让大家很喜欢的其中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它的交通很方便。第二个就是它的学区非常的好。Carmel Valley 有2个很有名的高中，一个叫做 Torrey Pine High School， 另外一个真的是鼎鼎大名，叫做 Chris Canyon Academy。那你也知道，华人都是很重视小孩的学业。好大的一个游泳池，而且对，而且它的一个特色，你看，除了游泳池之外，它还剩下可以用的空间还是非常的大。对啊，除了游泳池以外，这边还可以办 party 之类的。对，像这边还有一个烤肉架，可以在这边户外烤肉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这个就是所谓的 Jacuzzi，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说有景观。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间，你看一上来之后啊，它左边还有一个房间，然后右边呢剩下其他的3个房间就在这边。如果说你有客人来的话，哦，客房，对，你就可以说住在这边，那是不是就跟家人的那些活动就会分开来？哇，这一间房子的每一间房间都有卫浴吗？没有，刚好因为这一栋房，它这个房间的特别的设计，就让客人来的时候可以等于像是客房一样。那接下来我想问 Kendra 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问过我身边很多好朋友，为什么他们在 San Diego 买房，然后他们都跟我说是因为在 San Diego 租房子太不划算了，所以他们干脆直接买。你觉得在 San Diego 真的是买房比租房还划算吗？在这边，如果说你是要在一个华人会愿意住的那个区去租一个2个房间、2个浴室的公寓啊，等于说是每1个月就是要3000块钱了，而且它是每1年会给你涨哦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是不是就是说你会愿意说花钱去买房子？再下来这一间也是一个共享的浴室。这里是一个这个是楼上的起居间哦，好大哦！大家是不是晚上关灯了要回房间睡觉？那如果说你今天楼上还有一个起居间的话，是不是至少还可以在楼上，大家家人还是可以在这边聊聊天、讲讲话呀，这样而不会说到了楼上之后大家各自回房的。我觉得这边真的很好，是它有很多这种公共的空间，所以不用担心说就是大家都窝在房间还是什么的。我这里，我刚才瞄到了它的卫浴，这是皇宫的卫浴吗？它的浴室等于是一个房间的大小。对啊，它的浴室也太大，所以这个是一个主卧的空间。哇，这个窗户一打开，海风就直接吹进来。哇塞，吓到！怎么这么大？然后它的厕所在里面，那这里还有一个，这边是第2个衣帽间。哦，第2个衣帽间。对。好，那接下来 Kendra， 我想要再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很多年轻人他们刚来到 San Diego， 但是其实他还不知道他会在 San Diego 待多久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基本上来讲，我都会建议我客人，就是说你在这边说住一阵子，确定说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边。那另外还有一个，我一定会问客人，就是说你会不会能够拥有这个房子至少3年？所以不管是自住或者是投资，你都会建议是3年。因为你今天自住的话，是关系到说我喜不喜欢这个房子啊？那每个房子有每个房子的特色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说今天是投资的话呢，那真的就是靠数目字了。那
最近有没有一些政府的政策是对首购族更有利的？政府一直都是会有一些政策，就是说帮首购族去买房子，只是我们华人的收入都很高，根本就不符合资格。真的吗？规定就是说你的年薪不能超过多少，那它也有规定说你买的房子的价位是不能超过多少。但是因为我们华人比较喜欢住的地方，它的都不符合资格。那如果我之后买到房子之后，它还有没有什么样的策略可以去做节税啦，或者是之后在利息上面有什么优惠的部分？利息它或许会调的，没有说是永远的。另外，这又关系到就是说，像你现在，比如说，假设你的房贷是每个月是8000块，你8000块对你来讲感觉是很多，但是因为美国的房贷它有个特色，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是30年是固定的，那么就表示说你这30年就是一直只要付8000块就好。那你想想看，你现在8000块钱对你来讲很多，可是等到在5年之后，因为有通膨的关系，这8000块钱对你来讲可能就不是说在这么大的一个负担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 Kendra， 就是说 Carmel Valley 这边它大致上可以分几个区？Carmel Valley 的话，你大致上我觉得你可以分大概1、2、3、4个区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就以56号公路为界限，它如果说是在那个南边的话呢，它是比较旧一点的，它的特色就是大部分的房子都是院子会比较大。那另外还有一个是56号的北边的话呢，就会有分3个区，比较靠近805这边的话呢，那边的房子就是说比较靠近 Carmel Valley 一个很有名的 shopping center 叫做 One Paseo。那在靠近 One Paseo 那附近就是比较多的都是 townhouse。那如果更北一点的话，也就是说也会有一些独栋独户的房子这样。那哪一区会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？就是很有名的，我们叫它 PHR Pacific Highland Ranch， 它就是在那个很有名的那个高中 CCR 的对面。一出来啊，几乎都是立刻卖掉。为什么？因为父母亲就想说小孩子可以走路上学。卡缪巴里在更东边的话呢，更新的房子的，然后房子都更大，那边的房子基本上来讲都差不多是3500尺了。我以为你要说3500万。应该也是差不多的，应该还是3500尺的话，我想应该也都是3500万起价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移动到一间在 Mira Mesa Kendra 的 Airbnb 带大家去看一下喽 ，Let's go。刚才我们看完第一间，然后呢，我心里的想法是，我怎么感觉买房好难哦？感觉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虽然房子很漂亮是没错，但是就觉得口袋有点浅。我刚才看了一下那间房子的总价，3字头。听说 Mira Mesa 会是一个比较相对好入手的地方，来带大家看一下吧。好啦，接下来我们来到 Kendra 的家，在 Mira Mesa 的 Airbnb。一开车过来到这个区，我就觉得这里好像比较适合我。想请 Tina 帮我们介绍一下 Mira Mesa 这一区的特色是什么？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这里 ？Mira Mesa 呢，首先它有几个比较好的优势。第一个优势就是它的地理位置是非常方便的，就是在整个 San Diego 比较居中的位置。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，还有就是这里的生活机能非常的方便。再其次就是吃饭。这里的话就是亚洲人都会喜欢吃的地方，这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餐厅，有中餐、日餐、亚洲菜，还有菲律宾菜、越南菜，你只要能想到的任何的餐厅都能有。另外呢，就是它的价位是比较适中的，这里是对于年轻人、首房族来说是个非常好的选择。这里的房大概的基本上它的大小都是1000到1300尺左右，都是3房2卫，所以是比较适合就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小家庭来住的一个。那这套房子呢，是我们刚刚重新翻新过的。living room 空间就是大家比较美国人喜欢在这里看看电视啊、sports 啊、比赛啊的地方。对，这里是它的 kitchen， 这个 kitchen 是
专门做了现在最流行的就是 waterfall style。跟刚才那间比起来，这间的厨房我觉得大小是对于小家庭来说是非常刚好的。对，其实是刚刚好的，就已经够。它的岛台其实大小其实已经很大，而且对亚洲人来说，这个高度其实还不错。这个高度，它的一个比较大的优点就是这个 sunroom。哦，对，现在就是在加州的人，大家都比较喜欢能够享受阳光，享受室外的空间，但是呢又不想说在外面暴晒。那这样子的一个 perfect 的 sunroom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idea。篮球投一下，哈哈哈，你也可以弹一下电子钢琴，然后可以比较享受，可以看到大家在外面 barbecue 的时候，有人可以在里面坐一下，就不会那么热。那个 Mira Mesa 这边的房子大部分都有这种California room 3room 这样的 idea， 对，大部分的人都比较喜欢，因为就是在外面会比较热一点，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房间，就是可以 enclose 一点，又可以离厨房比较近。这个房间是不算在买卖里面的那个 square feet 里面的。在 Mira Mesa 的大部分的房子都有一个很大的优点，就是地很大。对，相当于刚才我们去的 Carmel Valley 来说，这里的地就你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大的地，而且尤其这套房子的优点，它是一个在 corner lock。Corner lock 的优点就是你可以就是从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出去，如果你从这边出来的话，是不会影响你的另外的生活的。对，对。比如说我公公他是一个很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，或者是自己种菜啊、种树的人，他就会很喜欢。对对，你像我们有做一个像这种类似于 garden areas。这个柠檬树是之前房主就已经有，我们就一直留下来。你看这个，可爱哦。我感觉这个地方真的是更有一种家的感觉。这个格局就是非常 typical Mira Mesa 的格局。一进来之后，再往左边走，这里就是所有的卧室都是在这个 area 这个，然后这里是车库，2个车库，对，然后是卫生间。就是小小的非常合适，然后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closet，对，这是第一个 guest room。另外一个我们把它做成类似于可能比较适合小孩子一点点的，对，有提供一些小朋友可能会需要的一些 baby 的东西啊。这2间差不多，那这间就是属于它的主卧室了，你能感觉就稍微大一点。这是一个 king size bed， 在 Mira Mesa 就是要稍微省空间一点，所以你做的门会是这种推拉门，这样是最省空间的做法。好啊，那接下来影片的最后，我想要再请 Kendra 帮我们补充一下，在 Mira Mesa 这一区，为什么华人这么喜欢？然后它还有没有其他特色？生活机能很方便，然后地理位置很好。另外有一个是它没有社区管理委员费，因为在美国的法律上，社区管理委员费是可以凌驾于，就等于像是那个真正的法律一样，他今天可以说法拍你的房子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如果你今天没有交社区管理委员费的话呀，他可以就一直罚你钱，然后放一个那个抵押在你的房子上面。然后他也会对于你自己的房子会有一点，对，会有规范，尤其是外面，你就是一定要遵照他的规矩。我们家以前有一栋Carmel Valley，我记得印象很深刻，他那个房子的前面啊，有一次我就只是摆了那个什么鞋柜，就被那个什么社区管理会受到通知了。哦，那接下来我想要请 Kendra， 就是可不可以用这间房子帮我们算一下，比如说是以一个年轻人首购族来讲，他们要具备什么样子的条件才可以真的开始差不多了？或者说假设我们今天以 Mira Mesa 这栋房子来算的话，就是大概你是夫妻2个人，是税后你要有大概差不多15000，然后你头期款的话，你至少要放20到25万这样子。这个时候你买到就是独栋独户的房子了。如果说你今天是想要带的是 Carmel Valley 的话，你的税后的收入应该就是差不多要2万块钱1个月，头期款呢大概差不多是要25万到30万，但是你买到的是 townhouse。如果说今天你们才结婚，然后没有小孩，那我会觉得你们今天如果说手头没有说这么的宽裕的话，你们可以从 Mira Mesa 的房子买起，隔了几年之后累积了净值，那你们可以说再去挑房子这样子。那如果说你一刚开始就是有父母亲帮你啊，然后经济也非常的宽裕啊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说也不介意住 townhouse 的话，真的你很在乎小孩子的那个学区的话，那你就是说在 Carmel Valley 去买一个 townhouse。这2区在5年内，它房子的增长速度哪一个会是比较快的？如果是以自住或者是投资来看，独栋独户房子跟独栋独户房子来讲，那一定还是会是 Carmel Valley， 毕竟就是说涨着很涨。
如果是单纯投资的话，那我会觉得说可能就还是 Mira Mesa， 因为 Mira Mesa 这边的话，生活机能很方便，房价也比较低。好啦，那影片的最后，我想要请 Kendra 还有 Tina 跟我们观众分享一下，如果今天你是在美国首购族想要买房，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？我会觉得，如果说当他们今天钱准备好的时候啊，就是可以买了房子了。那另外就是这边租房子房价很高，所以真的就是如果说今天只要经济条件可以的话，我想大部分人都还是说会要买房。对，我觉得是有时候大家会一直在想说，现在这个时机点是好的吗？但是我刚才听 Kendra 这样分享，我会觉得好像没有一个适合的时机点。你准备好了，然后有看到自己喜欢的，那就是一个好时机。那我是觉得呢，因为 San Diego 是大家都会蛮喜欢，对于 raise a family 啊，或者是年轻家庭啊，或者是你想养老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方便，这个因为天气很好，大家都会愿意在这里生活。请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，是考虑可以在这里买一套房子自己自住或者是投资。圣地亚哥有个很大的优势，它就是天气非常的好，所以会让人会络绎不绝的想要来这边居住，因此我们都会看好圣地亚哥，它的房价不会跌，只会一直缓慢的成长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非常感谢邀请到 Kendra 还有 Tina 跟我们来分享。那如果未来大家有想要在 San Diego 买房，别忘了跟他们团队聊聊，我会把 Kendra 跟 Tina 的资讯放在底下的资讯栏。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